你有没有陷入过这样一种困境？它叫成年人的情绪稳定。太多道理和课程在告诉我们，成熟的人要自控，要情绪稳定，一旦崩溃破防，好像就是不成熟的表现。可这种盲目的稳定、压抑是对的吗？随着发疯文学越来越多之后，我发现其实比起情绪稳定，更重要的是看见自己的情绪。你要知道，被压抑的情绪是不会消失的，它们只是暂时被隐藏，将来会以更汹涌的方式出现。而允许自己情绪不稳定，接受情绪是流动的，或许才是真正的情绪自由。因为我们的每一种情绪都是正当的，所有情绪都是重要的。这强教授说过，只要你的负面情绪没了，运气就会自然上去。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有太多的负面情绪，切记负面情绪会产生负面能量，负面能量会变成现实，甚至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让你疲惫不堪，变得没有力量，也没有那股劲儿促使你获得财富，财富自然也不会靠近你，因为能量会被你的负面情绪耗光了。所以你要学会积极地暗示自己，这样才会更有能量和力量，财富也会随之而来。所以事情越不利于你的时候，心态就要转变，心态变了，运气自然就来了。我们有一句话叫船到桥头自然直，一定要把你现在发生的和没发生的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想，去说，它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最终一定会变好。这就是心想事成。在你所有情绪的背后，藏着的其实都是你的执念。你的念起之处，就是你情绪升起的地方。只是通过观察，真的可以化解掉强大的负面情绪吗？情绪管理难道不是应该先用理性把当下的情绪给控制住，然后再彻底的把道理给想明白？想通了吗？首先我想告诉你，情绪管理这个说法本身就很荒谬，它并不是我们内在提升的方向。想想有多少人在对自己的情绪实行了长期的理性管控和压制之后，最终还是走向了彻底的崩溃。首先你要知道情绪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之前的影片我就提到过，情绪就是内在能量的流动，而产生这些能量的就是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你的每一念都是一个元气，当它们汇集起来，就变成了你内在流动的能量，也就是你的情绪。所以在你所有情绪的背后，藏着的其实都是你的执念。你的念起之处，就是你情绪升起的地方。既然情绪是能量，那它最终的出路就只能是被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而并非用所谓的理性去管理。其实一般当我们在说理性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我们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部分。具体来说呢，大概就是前额叶这个区域。既然还是在用大脑，那就依然没有跳出认知和思维的范畴。也就是说，你依然还是在试图用你头脑的思维来处理你当下的情绪。记住，只要是思维活动，那就还是在三维当中，还是二元对立的。
还是在你有的认知范畴之内。所以真实的发生就是你正在试图用你头脑的认知去管理你内在流动的能量。这是不是听起来就很荒唐呢？事实上，你用理性、用道理、用认知去管理情绪，这并不会让你的负面情绪发生任何的转化。从本质上来说，你只是先暂时的用你所谓的理性脑去强行压制住了你内在升起的一股股的能量，让他们暂时可以不支配你的肉人而做出反应。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依靠习惯和认知所能控制住的能量其实是很有限的，它们很快就会积攒到你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局面。不用我举例，大家都经历过，不是吗？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一瞬间。这说的难道不就是你脆弱的理性在你长期积压的强大的负面情绪面前破防的样子吗？所以绝大部分活在社会习惯之下，每天都在努力做着情绪管理的人，他们的特点就是平时在家庭和社会环境之中，用自己的理性和认知不断地控制着自己内在升起的负面能量。但是当这些被不断压抑住的能量积攒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导火索就可以让他们完全崩溃爆发，然后他们又会在事后不断的后悔、自责，紧接着再去继续学习各种道理，喝着各种心灵鸡汤，然后再继续压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再继续在负面情绪当中崩溃爆发，如此循环往复，就像一个可怜的木偶。尤其是那些情绪管理的佼佼者，他们看起来情绪十分稳定，永远都在世人面前保持着风度和温和，但是他们难道就没有情绪吗？当然不是。那他们的情绪到底都去哪儿了呢？是被化解了、消失了吗？还是被转化了呢？都不是，他们只是暂时被强大的理性给压抑住了。与其说是强大的理性，倒不如称之为强大的社会习惯。既然这些能量并没有消失，那么它们就都还在之内的某个地方。如果这些负面的能量最终并没有得到转化，而只是暂时的在内部积压，那么日积月累之下呢，早晚会有那么一天，当他们的那些理性、道理、认知再也无法驯服他们的肉人去压制住这些能量的时候，亦或者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现撑不下去了的时候，那么这些被积压的负面能量就会彻底的爆发，要么是以破坏外界的形式，要么是以破坏自身，也就是疾病的形式。而到了这个时候，后果往往都是毁灭性的。既然在负面情绪面前，我们的理性根本就靠不住，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的答案就是，面对所有的负面情绪，究竟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内观，也就是深刻的自我观察。只有通过观，才能真正的让你的自由意志临在，让主人翁临在，让我们从无意识的情绪驱动当中重新再把那个自己找回来。如果说用理性，
用认知和习惯去暂时地压制住你的情绪是治标的话，那么内观就是治本，就是我所说的实修和内在提升。那为什么耐心而又不加评判的，深刻而又不介入的自我观察，就可以让这些负面能量得到转化呢？在能量守恒的大前提之下，这些负面的能量最终又被转化成了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的答案就是你所有的负面能量就是在这个观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神奇的转化，它们被转化为了我们已经失去的最宝贵的专注力。我甚至想要形象地称之为是自我观察的力量，或者说临在当下的力量打败了试图控制你的负面情绪。还记得我讲过的一句话吗？你就是你的专注力。随着自我观察的进行，随着转化的发生，真正的你回归了。这就是你跳出三维的幻想，这就是你内在维度的提升，这就是佛家所讲的离苦得乐。如果看到这里，你还是无法体悟到其中的奥义，那么我不妨再问你几个问题。请问，一直都是谁在痛苦的负面情绪当中挣扎呢？那个陷入在反复的胡思乱想和负面情绪当中的你，是真正的你吗？如果你不再认同于这个正在受苦的你了，那么突然多出来的这个不认同于他的，也就是通过伟大的自我观察，通过成为头脑的观察者而从思维和情绪当中剥离出来的这个你又是谁呢？没错，事观创造出了一个神奇的第三视角，创造出了一个在三维之外的安静的空间。只有这个空间出现了，你的负面情绪才会在其中发生转化，伟大的自由意志才会因此诞生。这时候的你就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意识而存在，然后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去安静地看着刚才还感同身受，还身临其境的那个痛苦挣扎的自己了。你会发现，刚才还真真切切的痛苦感受，此刻就像是一团迷雾，瞬间被风吹散了。你会感受到在当下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情绪，没有任何的思维活动，当下只有全然的觉知，只有安静和平和。记住，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这个问题不再成为你的问题。当你的前方出现了一道上着锁的门，你的选择不只有要去和那把锁对抗，你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放弃那道门。所以，当你已经不再是你了，那你的负面情绪还会困扰你吗？最后，我想说的是，任何你没有让它流经的念头，你抓住不放的念头，都是你的执念，都是你的业力，它们就是你所有负面情绪的源泉。而真正的修行，就是你在每一个起心动念之处的觉察和内观。当你可以安静而又耐心的，不带任何思维，评判地去观察你头脑里不断产生出的各种重复的、自动化的，以及那些被你评判为不堪的念头。当你开始看清楚它们，并且承认它们的存在和接纳它们的存在的时候，你就是你了。这就是你的业力功课，这就是你化解负面情绪的不二法门。
拒绝内耗。从学会处理情绪开始，一件事情发生，触动了你的情绪。如果你有一些禅修的经验，这时候情绪就会如划过荷叶的水珠，不着痕迹地走了，相安无事。另外，有事或没事一定取决于你的觉知，你觉得是个事，那就是；觉得没有事，那就不是事。这主要取决心的气量。好比一把盐扔水杯里会咸得发苦，扔湖泊里毫无感觉。所以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觉知了解你的匮乏点。比如一遇到事就恐惧，那恐惧就是你的短板。所谓的智慧，不是学习各种技巧的手段，而是需要先具备对自我的一个觉察力。拿情感举例，比如你没有接触过修心的训练，那你一定会借着情绪开始为矛盾添油加醋，过分解读。比如夫妻之间，起初是因为一件小事，但吵着吵着就开始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部调取出来。所谓的翻旧账，这就是大脑的把戏。大脑只会存储跟调取，那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呢？第一，如果你能做到在第一念升起的时候就觉察到，使其不再相续，自然会降服念头，也就不会有接下来的动作。问题、矛盾，所谓的念起即觉，觉之即无。假如你看不到，就会一念生万念，慢慢的小火苗终成烈火，一发不可收拾。好比第一念起来，我很生气，然后就会围绕这一个念头展开10000个想法来诠释这个气，结果越想越气，这就是没有觉察。第二，上面说的添油加醋，这个油与醋就是你大脑在调取原有的观念，你的观念决定着你如何解读外面的人事物。观念何来？来自原生家庭、成长教育环境等，不假思考就奉为真理的教条。比如，你执着爱我就要听我的，不听就是不爱的观念，那你就危险了。你会因这个观念滋生很多矛盾，或者错过很多。所以人都是在自我的观念中作茧自缚，一方面寻求志同道合的，一方面排斥着与自己观念相悖的，逐步地让自己变得局限。别人进不来，你也出不去。烦恼来，烦恼去，无法破局。所以可以尝试一点点地放下让你痛苦的观念。你只有去实践我讲的，尝到甜头了，才知道我在说什么。有句话讲，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原因就是背道就会痛苦。那我就换条道，转掉观念，或者放下固执的观念，你轻松了，外面的人也就解绑了，大家就都幸福了。必须破掉所有的执念，跟过去告别，能量才可以流通。再多与人为善，外面才会折射出新人，不然你的观念就是围墙。记得，从生命实相角度讲，人生就是戏，把自己看成导演，只做旁观者，不做剧中人，这时候你就超越了。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
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和情绪相处。愿你早日找到内心的平静，好运气自然就上去了。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